江南，我觉得周总对高级感的定义可能跟正常人不太一样。他想要五彩缤纷的黑家，加上沉稳中带点丘皮的光芒。我的灵魂在第10版的时候就已经去排队投胎，现在支撑我的纯粹是对贫穷的恐惧。所以开头那段影片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只要是做 AI 影片的创作者呢，一定会遇到这种状况。你的脑中呢有一个非常棒的故事，好多角色，画面感十足。当你满心期待呢，把指令丢给 AI 去生成的时候呢，然后出来的东西呢，脸崩了，给再多参考图都没有用，甚至用后期去换脸的方式来补救。那种从灵感巅峰直接跌落谷底的感觉啊，绝对不好受。但我前面影片呢是用不同的思维做出来的，同一个角色好几个镜头，脸都没有崩，而且里面还有4个角色在同一个场景的画面。但是呢，我并没有让 AI 硬是画得很清楚。在讲方法之前呢，我想先说一下之前的留言我都看到了，而且呢，我也意识到一件事情，就是大家似乎都在跟 AI 硬碰硬，想办法让它更听话也更逼真。但是我觉得这条路行不太通。真正的解法或许不是等到 AI 变得更强大，而是换一个脑袋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讲3个导演思维，这也是 MSA Y1 2.0 的核心改变。第一个导演思维，不是每个镜头都一样重要。你知道吗？在拍电影的时候啊，有些画面就是整个故事的心脏。那些大导演厉害在哪呢？他们不会浪费任何1秒的画面。史蒂芬·史皮伯他会用流畅的长镜头带你走进一个不可思议的场景，然后在最关键的那一刻切到主角震惊的脸部特写。保罗·汤马斯呢，他用流畅的镜头把你拉进派对，却在狂欢后用近乎窒息的特写强迫你观看角色的孤独与偏执。这些导演在干嘛？他们在告诉观众，现在这一刻请你只看这里，只感受这个情绪。所以 2.0 改变的流程，系统会先问你一个问题，这个故事里面哪5到8个画面是非拍不可的，先把关键画面定下来，再往外展开其他镜头。这不是在选美，不是在挑最漂亮的图，而是在找你故事中的龙骨。这是第一个思维转换，接下来才是让大家最头痛的。第二个导演思维，多角色不用硬画同框，这大概是我听到最多人抱怨的问题。2个角色、3个角色，甚至更多人放在一起 ，AI 就会崩。但我要直接告诉你，你不需要让 AI 硬把所有角色都塞在同一个画面，因为真正的电影也不是这样拍的。史丹利·库伯利克他会把整群人放进一个画面里，但他用对称构图和角色的站位，让你光看空间跟距离就能感受到人物之间的关系。戴伦·艾诺夫斯基更极端，即使旁边有其他人还是把镜头紧紧的贴在主角脸，让你感受到快窒息的压力。所以重点来了，导演呢有一个工具箱，里面装满了很多适合处理多人场景的方法。今天我挑了几个适合 AI 使用的工具。第一招超好用，谁在主导这场戏，镜头就只对焦在谁身上，其他人呢通通糊掉。比如说老板在训话，画面只拍员工清楚的脸，前景则是模糊的老板肩膀，而背景可以隐约看到同事的样子。记住这句话，焦点就是权力，谁清楚谁说了算，这样你就只需生成一个清楚的角色。 AI 不容易搞错，故事也讲得清楚，可以说是一石二鸟的方法。第二招，化繁为简，不要想着一个镜头搞定所有事，那样 AI 真的很容易崩溃。试试看这样，假设有3个人在故事里面，先拍 A 的特写，让他先说话，接着切到 B 跟 C 的反应镜头，然后再切回 A 的画面，来继续让 A 去表达他想说的事情。最后呢，则是来一个远景，让大家知道他们的位置关系。你看，这样拆开来不但 AI 好处理，而且一来一往戏剧张力反而更强烈。第3招这一招根本就是电影里面的偷吃步。你可以利用窗户、镜子，甚至地面上的积水，把其他角色用反射的方式带进画面。这样做呢，不仅有深度，也有神秘感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反射本来就会模糊一点，所以人物的一致性要求会降低很多。你可以聪明的绕过那个 AI 一次处理好几张脸就会崩溃的大坑。第4招呢，则是制造仪式感。你想想看，复仇者联盟那种电影是不是每一个英雄都有自己的帅气登场画面？绝对不会一开始就把所有人通通摆在一起。
那么呢，一个一个介绍角色，可以堆叠观众的期待感。等到最后大家终于同框的时候啊，那个冲击力才会是最大的。然后那个同框镜头啊，你用远景就好，远景不需要精确五官，你只要人数对、服装对，观众就认为哦是同一批人。我把这4种方法变成 2.0 判断分镜的核心逻辑，所以他会先问你几个问题：这场戏有几个角色，谁是焦点，你希望观众看完后有什么感觉，然后根据你的回答，建议你用哪一种镜头语言来处理。你就不用自己去想该用哪一招，系统会去引导你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这些方法听起来很实用，但还有一个问题，就算知道怎么拍啊，又怎么知道这个画面为什么要这样拍呢？让我们来说说第3个导演思维，每个镜头都有存在的理由，这个才是真正把业余跟专业拉开差距的关键。你看，一般人的分镜脚本都是描述这个画面拍什么，像购物清单一样。但是真正的导演他想的是为什么要这样拍，是为了建立场景、推进剧情、展现情绪，还是制造悬念呢？如果你说不出这个镜头啊为什么存在，那它可能就不该存在。所以 2.0 的分镜表多了几个栏位，每个镜头会标注画面描述、构图重点、为什么这样拍，还有 motion prompt 给图生影片工具用的动态描述。不只告诉你拍什么，还告诉你为什么这样运镜，这样你在审稿的时候就知道该留、该改还是该删。3个导演思维，4种方法都说完了。现在呢，我要深深的吐槽一件事情：最近的 AI 真的非常的偷懒，即便我的提示词已经修了800多次，它还是会跳步骤，还是会少给我东西。我之前测试 2.0 的时候啊，让它生成分镜，我说给我5分钟的影片，然后他只给了我12画面，跟我说这是核心镜头。我问他这样加起来有5分钟吗？他说哦，大概只有1.5到2分钟，然后还跟我扯什么视觉锚点、叙事肌肉，搞得很专业很好听，其实就是在找借口。后来啊，我发现他漏了14个镜头，我就问他啊，中间14个镜头去哪里了？干嘛搞得我跟抓贼一样，还要不断去抓你的马尾？重点是 AI 还知道跟我道歉，说这是作为顾问最严重的失误，说要进行地狱级的校对。如果他有实力的话，我绝对会揍他。但是呢，这也让我更确定一件事情 ：AI 不会帮你判断，它只会执行，而且它现在还超会偷懒。判断的工作呢，只有我们自己能去处理。MSA Y1 2.0 呢，可以帮你省下90%的前置作业，但最后的那10%呢？还是要我们自己去把关。所以开头那段影片是怎么做到的呢？不是因为 AI 变强了，而是我用导演的方式去规划哪些是关键画面，多角色怎么处理，每个镜头为什么存在。2.0 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这套思维呢内建在系统里面，并且引导你走一遍。工具没有变，但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变了。AI 生图现在谁都会，但是说故事却是另一件事情。AI 就是你的摄影机、你的剧组，甚至是你的演员。它是一个强大到不可思议的工具，而且还不断的在进化。但是呢，请你记住一件事情，你才是导演。工具本身不会说故事，但是你会。工具本身呢没有 vision， 但是你有。MSA Y1 2.0 呢，并不是要取代你的判断，而是协助你提供你 idea。这套东西呢，就是我自己撞墙撞出来的。我是隐隐出社会10几年呢，受够了职场的虚伪，所以决定自己出走。现在呢，我一边研究企业家怎么思考，一边用 AI 进行创作，并做个人事业。MSA Y1 就是我走在这条路上的产物。我一直相信一件事情，每个人脑中呢都有一个故事值得被看见，但是大部分的人卡在呢，不知道怎么把脑中的画面变成可以拍、可以执行的流程。这个工具呢，就是为了解决这件事情。在 2.0 正式上架之前呢，我想先找20个人来帮我测试，给我回馈。你可能会想，我又不是专业的，而且我现在很忙，这个适合我吗？听我说，第一，你不需要是专业的。我本身呢，也不是电影系毕业的。那我出社会到现在，所有的工作都跟拍片没有关系。导演思维呢，不是天赋，而是一个参考手册。就像你不用当厨师，也能煮一顿很好吃的饭，你只需要知道食谱。第二点，测试并不会浪费你的时间，你本来就是要做影片的，对吧？差别只是在于说，你可能要花3天去思考这个分镜，
那现在呢，用这个工具能帮你浓缩到3小时。测试呢，并不是额外的工作，而是帮你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去做完你原本要做的事情。第三，这不仅仅是测试，而是让你先跑。怎么说呢？ 2.0 正式上架之后会以$59来贩售，但是测试者可以完全免费的拿到这个系统，而且还是提早4个礼拜。当别人还在观望要不要买的时候呢，你已经用这个系统去做了3个分镜表、2个影片去累积你的创作资产。你给我的回馈呢，会让 2.0 变得更好。最先受益的不光是我，也有你自己哦。测试的内容很简单，你只需要用 2.0 去跑一下你自己的故事。当你跑完之后呢，再用 Google 表单回馈我哪里有问题、哪里卡，或者是哪里你看不懂。要做的事情就这些。测试期到今年的4月30日为止。如果方便的话，也欢迎你分享你的作品，可以具名也可以匿名，这个你自己决定。但这个分享呢，并不是必须的，你的回馈本身就非常的具有价值了。如果你已经买过 1.0， 你是在 2.0 还没出来之前就相信这个东西的人，你不用报名，自动拥有测试的资格。2.0 正式上架后，你也会免费收到升级链接，所以记得去查看一下你的 Gmail 哦。如果你没有买过，但想参与测试，报名链接在下方资讯栏里，限额20名，额满就会关。测试结束后，你也会拥有正式版的使用权，不需要再付费。AI 生图呢，谁都会，但说故事呢，需要学。你脑中的那个故事呢，终于可以动起来了。别再等那个完美的 AI 出现，只要你开始用导演的脑袋去思考，你就可以马上获得主控权。因为那个决定故事成败的人，一直都是你。我是莹莹，起码我们要为自己而活，不是吗？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